24亿砸进去，换来的是一条遛狗的空街道。这是2025年夏天大庸古城最真实的样子。张家界这个位于湖南的世界级旅游城市，曾被寄予厚望。而今，一座耗资24亿元打造的文化旗舰项目大庸古城，在4年时间里亏掉了10.8亿元，198间商铺只租出去5间，演出每天观众不到15人。它不再是城市的骄傲，而是一场让地方财政血流不止的闹剧。更令人尴尬的是，园区连门票都不敢收。央视新闻发布了一份令人窒息的调查报告，大庸古城如今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旅游接待，而是成为本地居民带娃、遛狗、打羽毛球的免费公共场所。你以为这只是个案？错了，这是中国人造古镇经济集体崩塌的缩影。我们来看一组残酷的数据。2016年项目立项，计划3年建成，目标年营收5亿元，净利润2亿元。2021年试营业开启，但市场已经变天。2021年亏损0.84亿元，2022年亏损1.51亿元，2023年亏损2.49亿元，2024年亏损5.96亿元，累计亏损10.8亿元。换句话说，平均每天亏掉近75万元，一张门票都不卖，却像一个没有止血的漏斗，把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地往里倒。就连核心项目投资高达5亿元的实景演出遇见大庸，也只能遇见寥寥几人。2024年上半年平均每天观众不到15人，比张家界一家小学的班级人数还少。而那条最该繁华的商铺街198家铺面，如今只有5家开门，而开门的几家也常年无客。唯一赚钱的项目是停车场，这个项目并不是无主之地，它背后有明确的政府主导与财政支持。大庸古城的开发公司为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，母公司是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实控人为张家界市国资委。这不仅是张家界市10大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工程，更是湖南省的重点建设项目。到2024年底，该公司资产总额13.95亿元，但负债高达16.97亿元，净资产为负3.02亿元，已经资不抵债。这背后是一个地方政府用文化旅游包装政绩的老路子，模仿丽江，拷贝凤凰，仿制乌镇。仿古建筑，仿古商铺，仿古演艺，仿古路灯，仿到最后，仿的不是文化，而是破产流程。文化不是复制出来的，更不是仓促拍脑袋就能做成的项目。大庸古城的从立项到开工只用了不到3个月，设计方案一边施工一边修改，工期从原定550天拖成5年，等它真正建好时，市场早已变天。大庸古城并不孤独，它只是中国几十座泡沫古城的代表。新周刊曾做过一个调查，全国多地上马类似古镇古城项目，但如今很多已经注销、停工或荒废。河北遂城古镇其运营公司保定市遂城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注销。安徽水东古镇运营不善，游客寥寥，如今已悄然关闭。湖南常德桃花源古镇2016年开业一度火爆，随后迅速萧条，如今游客比员工还少。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其实都差不多，最常见的就是钱砸得多，调研却没做好。一上来就是几亿几十亿投入，根本没人关心游客到底想不想来。很多古城看起来是文化项目，但其实除了几栋仿古建筑，根本没有文化。游客走进去看不到历史，只能看到复制粘贴的街道和招牌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跟风，别的城市搞古镇火了，自己也马上上马，图纸还没画完就动工，规划全靠想象，结果建好时
风口早就没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钱大多不是企业投的，而是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出的。一旦失败，窟窿就只能靠财政补，最后受影响的还是老百姓。据公开数据统计，截止2024年底，全国有超过11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投入建设仿古古镇项目超过10亿元人民币，其中至少40%项目处于停摆、亏损或被政府默默清盘的状态。看似荒谬，其实悲剧的是底层百姓。这些项目失败了，损失的是谁的钱？张家界市的财政来源主要包括旅游税收、地产业、国资收入、城投融资，这些资金的来源，说到底都是纳税人的钱。而现在，大庸古城年年亏损，债台高筑，张旅集团负债累累，张家界地方财政也因此承压，政府为了自保，不得不加税、裁员、降薪，削减其他公共支出。最终承受代价的还是普通人。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降低了，老百姓房产证审批速度变慢了，教师工资和公务员绩效奖金被压缩了，城市基础设施维护预算大幅缩水。一个古城撬动的是一个城市的未来负债。中国并不缺古镇，但中国缺的是真正有人气、有人文、能自负盈亏的古镇。从丽江到乌镇，从凤凰到平遥，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古城样板，把地方政府的胃口吊得越来越高。到后来，几乎每一个地级市都开始给自己发明一个古镇。没有历史，那就伪造一个传说；没有文化，那就模仿一个样板；没有游客，那就靠网红打卡冲一波流量。但大多数城市忽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游客不是傻子，真古镇与假古镇一眼能看出来。从2008年之后，中国楼市调控步步升级，开发商为了换个壳继续卖房，发明出了一个新名词——文化地产。而地方政府看中了这门生意的另一面，只要搞个文化项目，就可以申请专项资金，拿到专项贷款，还能搞 PPP 融资。于是，文化地产就变成了一个由政府、开发商和国资平台一起操盘的洗钱壳。政府先批地，把项目包装成重点工程，资金也顺势扶持到位，国资平台再进来站台，推动银行批贷款、搞融资。项目宣传时，一个个都说自己未来能年赚几个亿，把民营企业、投资人哄得热血沸腾。可现实呢？项目一开业就开始亏钱，游客不来，运营不下去。等到撑不住的时候，开发商拍拍屁股走人，留下一个空壳项目和一屁股债，最后只能由地方财政来擦屁股。大庸古城就是这个模式的标准样本。表面上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，实则是靠搞形象工程带动地方 GDP， 给领导政绩添砖加瓦。张家界不孤单，贵州的镇远古镇，河南的康百万庄园，山西的乔家大院，江苏的桃花坞，哪个地方不是靠文化古建搞包装？但当流量不在，疫情3年，消费降级，游客理性回归之后，这些纸糊的繁华就开始一座座塌掉了。大庸古城的问题其实是整个中国文旅泡沫的缩影。2024年，全国约有超过3000个文旅项目正在运行或开发之中，其中近70%项目盈利能力为负，很多连现金流都撑不下去，只能依靠地方财政续命。文化和旅游原本是软实力，但在中国变成了投资拉动先搞建设，哪怕没游客也先把钱烧进去。形象包装项目未成，牌子先挂，省级重点工程是10大明星项目。财政注水，每年动用公共资金搞运营补贴、活动补贴、节日补贴，硬撑人气。流量暴力，花钱请网红拍抖音短视频，强行制造繁荣。
结果造成的不只是资源浪费，更是文化扭曲。抄袭复制泛滥，全国古镇千篇一律，街上永远是唐人、烤肠和小风车。文化表演空洞，几乎所有的古镇演出都是情景剧加灯光秀加升旗仪式，历史背景编造，无中生有的千年传说，唐宋古到皇帝打卡，消费体验变差，小吃贵，商品贵，服务差，游客越来越厌倦。2024年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平均出游意愿已跌至10年来最低，尤其是3、4线城市旅游景点的平均停留时长缩短至 1.6 小时，旅游复购率低于 15%。简而言之，古镇还没收门票，游客就已经走了。谁在为这些失败项目买单？答案很简单，普通人。以大庸古城为例，24亿元投资中，有一部分来自财政拨款，有一部分来自地方城投债融资，有一部分来自土地出让收入卖地，最后还有运营阶段每年动辄上亿的补贴，全部由市财政支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是一场以市民未来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基础建设资金为代价的豪赌。一位湖南张家界的本地网友说得很直白，我们小孩的幼儿园取消免费水果了，路灯晚上8点就熄了，公交车减少了1/3班次。市政府却说资金紧张要节流。可你看看那座空空的大庸古城，有人节过流吗？而这种节流的后果就是市属医院采购资金缩减，设备老化，公务员绩效奖金延迟发放甚至打折，教育补贴与助学金项目削减，中小企业财政补贴断崖式下降。这是典型的文化赌博，最终输了却要全民买单。当古镇泡沫破灭，谁还能相信地方政府？文旅项目的集体失败也在伤害政府自身的公信力。当一个城市的政府反复投入巨资搞空壳项目，表演式经济、短期政绩，当地居民自然会产生集体性的不信任。投资者不敢投，创业者不敢开店，年轻人不愿留下，本地人不愿消费。长期来看，一个城市的空心化不是因为游客不来，而是因为自己人都不信任它了。张家界正在经历的正是这种信任崩塌。大庸古城亏了10.8亿，真正进入景区的游客不足1万人。它是一场24亿元的公共资源投掷游戏。它不只是一个失败的文旅项目，而是一种集体幻觉的破裂。当一个个地方政府用财政拼古镇梦，其实是在将纳税人的血汗钱一点点投入没有回报的沼泽里。人造的城可以建，但人造的历史、文化、流量永远只是幻觉。